在周星驰2004年的贺岁大片《功夫》中，猪龙寨3大高手之一的苦力强施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腿法无疑。饰演这一角色的释行宇，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武林高手。他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第32代武僧，从12岁开始皈依少林寺学武参禅，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行宇在少林师从名师德阳师傅，精通少林的各种武术，经常以少林武僧的身份出访欧美、日韩及东南亚各国，为弘扬少林武术做出了杰出贡献。2001年开始，他涉足影视界，在东南亚各国出演过很多影片，深受当地华人的喜爱，享誉海外。他在功夫中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广泛好评，并于2005年获得第2届粤港未来巨星奖。此后，他又参演了电视剧《功夫状元》《食神传》和电影《黑拳》《龙虎门》。新片《杀破狼2导火线》也将于2007年上映。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的绝世武学更是成为很多的武侠电影、电视和小说的精彩部分。1982年的一部电影《少林寺》，就是因为精彩展现少林弟子们举世无双的精湛武艺而引号召。少林功夫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他十分注重培养个人的攻防格斗能力和个人体能极限的发挥，有其特定的套路形式。我在功夫里施展的腿法就是12路弹腿。12路弹腿，它出自于少林，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代表性武术。12路弹腿的套路非常简单实用，在攻防2方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全。他起腿非常的迅速，要求突然弹起，迅猛攻击，既刁钻又诡辩。弹出去的时候就像弹丸一样，让人防不胜防，杀伤力极强。修炼这套少林绝技，能令初学者快速上手，短期内晋升为身手不凡的武林高手。本套节目里，我们展示的就是这套惊绝天下的少林12路弹腿。Hello， 大家好。我想大家对周星驰导演的一部电影《功夫》还有很深的印象吧？我就是功夫电影里面12路弹腿苦力强的扮演者。弹腿呢，它起源于山东，后传入少林，在少林寺经过高僧们的不断演练，又流传于民间。我觉得呢，练习12路弹腿，它必须具备一定的平衡力、忍耐力，还有弹跳力等等等一些综合性比较高的身体素质，才可以练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下面呢，我就与大家共同的研究跟切磋一下12路弹腿的一些基本动作，还有一些经典动作的实战。在任何门派的功夫里面，它都有一个基本的步法。这个基本步法它包括弓步、马步、户步、虚步还有械步。那下面呢，我首先做一个弓步的示范，请大家跟我一起学啊。弓步很自然的做下去，前腿弓，后腿蹬，形成一个像钉子的形状。然后你前腿的小腿跟你的大腿好像形成一个90度的角，前脚的脚掌跟后脚的脚掌形成对扣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一个弓步，前腿弓，后腿蹬，
弓步，做一个弓步的一个动作展示，一个比较舒展大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弓步的一个基本展示。OK， 弓步、马步。那下面呢，我们就讲解一下马步。马步呢，你的左脚或你的右脚向你的身体的左或右跨3个脚印加半个脚印的这么一个距离，你双脚的距离跟你肩的距离形成一个同宽的这么一个距离，自然的坐下去。看我做，这样很自然的，然后坐下去，就好像坐在一个椅子上面去，很自然。4平8稳叫做马步。OK， 弓马瀑。那下面呢，我就做一个瀑布的示范，请大家跟我一起学瀑布。它像一个钉子一样，然后钉在地上，牢牢的钉在地上，前腿扑，后腿一个半弓的形状，把你的整个身体的中心呢放在一个右边的这么一个位置形成一个自然的这样，这是一个瀑布然后换你的右腿转成左腿扑，左右形成一个这是一个瀑布的一个动作展示。弓马瀑歇步。歇步呢，它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看我做一遍，歇，身体也是很自然很放松，歇步，转身格挡冲拳一个歇步的一个姿势。歇呢，它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在基本步法里面属于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一定要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腿或者是你的左腿上面，形成一个好像坐在一个凳子上面在休息一样，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样坐在这里，就是在休息，调整你的一个身体的状态。我们换一个方向转过来，就好像坐在凳子上面在休息再来一遍，歇步，弓马瀑歇。当然还有虚步，在这个基本腿法里面，它属于一种前虚后实的这么一个步法。大家看我做，前虚后实，前虚后实，换一个方向，前脚是虚的，重心放在后腿上面。OK， 刚才我所演示的弓马瀑歇虚这5种步法呢，它在任何功夫里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属于一个基础课程，所以大家要想练好任何功夫，一定要练好弓马瀑歇虚这5种基本步法。通常我们在练习功夫之前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热身活动，把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或者是某一些部位，让它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跟充分的热身，不至于呢在练习功夫的过程里面对身体的某些关节或者是某些部位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下面呢，就请跟我一起做一些我们在练习功夫之前一些柔韧性的预热活动。首先呢，我们会做一个正压腿的练习。正压腿的时候呢，你的双脚自然的并拢，然后双手按住你的膝盖，头部朝你双脚掌的正前方缓缓的往下压，然后1、2、3、4、5、6、7、8，一个8拍之后，你可以双手抱住你的小腿的后方，然后你的头朝你的脚的正前方用力的往下压，1、2、3、4、5、6、7、8，然后
你的双手抱住你的膝盖，用你的头贴住你的小腿的正前方，停留3秒到5秒。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呼吸。1、2、3、4、5、6、7、8，缓缓地抬起你的上半身，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呢，紧跟着我们做一个正压腿的练习。这个正压腿呢，与刚才的正压腿有一点点不同。然后是伸出你的左脚，把你的左脚放在你的右脚的正前方，双手抱住你的前脚掌，用你的嘴部的位置跟你大拇指的方向，然后缓缓的下压。1、2、3、4、5、6、7、8，然后停留3到5秒。1、2、3，然后双手按住你的膝盖，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收回你的左脚，伸出你的右脚，同样的方式放在正前方，双手按住你的膝盖，或者是抱住你的前脚掌，与左腿的动作一致，缓缓的下压。1、2、3、4、5、6、7、8，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你的头贴近你的小腿，停留3到5秒。1、2、3，缓缓地抬起你的身体，双手按住你的膝盖，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恢复身体的自然状态，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我们做了一个正压腿的练习，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侧压腿的练习。侧压腿呢，是把你的左腿往你的侧面的方向与肩的水平位置伸出，然后你的左手按住你的膝盖，或者是抱住你的右腿的膝盖的后面，然后把你的左手抱住你的后脑勺的位置，然后朝着你左腿的大拇指的方向缓缓的下压。1、2、3、4、5、6、7、8，停留3到5秒。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或者是恢复你身体的自然状态。同样的方式跟同样的动作，然后伸出你的右腿，再来一遍。1、2、3、4、5、6、7、8，停留一下。缓缓地抬起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自然的身体状态。下面呢，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些压腿的练习，请大家跟我一起做。首先呢，我们也是会做一个正压腿的练习，然后你的双腿自然的并拢，你的双手抱住你的2个前脚掌，你的头部朝你脚掌的正前方，缓缓的下压。1、2、3、4、5、6、7、8，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双手抱住你的小腿的最前方，把你的头部轻轻地贴住你的小腿上面，静止3到5秒。1、2、3，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双脚自然的打开，与你的肩部形成一个水平平衡的位置，尽量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你的双手缓缓的放在你的眼的正前方，放在地上面，缓缓的下压。1、2、3、4、5、6、7、8。同样，你的双手贴于地上，停留3到5秒。1、2、3、4、5。缓缓的抬起你的上身，然后调整一下呼吸。这个时候呢，你根据自己胯部的受重，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腿部的韧性，然后做一个侧压的练习，请跟我一起做。你的双手，左手放在右面的肋骨，右手放在后脑的正后方，缓缓的往左边。1、2、3、4、5、6、7、8。然后换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肋骨，左手放在你的后脑。1、2、3、4、5、6、7、8。自然的放下你的双手，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抬起你的左腿，做一个后压的练习，请跟我一起做。抬起你的，形成一个接近于弓步的姿势，然后双手自然的放在你的左脚的膝盖上面，头看你的正前方，缓缓的往后，你的腰的后方下压。1、2、3、4、5、6、7、8，然后停留3到5秒。1、2、3、4、5，然后我们转一个方向，换你的右腿，形成弓步的形状，双手放在你的右腿的膝部，然后头往你的腰的后方下压。1、2、3、4、5、6、7、8，停留3到5秒。1、2、3、4、5，然后恢复身体的一个自然状态，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接下来的横叉与竖叉呢，它是属于一种柔韧性强度比较高的练习，所以请大家呢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由慢到快，由轻到缓，然后慢慢的练习，以免对你的腿部的韧带造成一定的伤害。请跟我一起练习。首先呢，你在练习竖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左腿跟你的右腿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先轻轻缓缓的，然后下压几次，进行一个下叉之前的一个热身。1、2、3、4、5、6、7、8，然后停留一下，缓缓的把你的左脚放平伸直，在你的左腿的正前方，双手呢放在你的膝盖位置，或者是一个手挨住你的前脚掌，或者是2个手挨住你的前脚掌，缓缓的下压。1、2、3、4、5、6、7、8，停留3到5秒。然后缓缓的抬起你的上身，进行一下呼吸的调整。然后换一个姿势，换你的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你的右腿的韧步练习。同样的动作，你也要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膝盖部位，或者是放在你的右脚掌的正前方，头部朝你的右脚掌的前方下压。1、2、3、4、
5、6、7、8，停留3到5秒。缓缓抬起你的上身，调整一下呼吸，然后自然而放松的把你的双腿并拢，进行一个柔韧性的放松的一个缓解练习。紧跟着你可以把你的腿部的韧带一个横向的练习，把你腿部的韧带跟柔韧性做一个正压腿的一个方式进行练习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双手可以在你的身体的正前方作为一个支撑点，让你的重心放在你的肩跟胯的中心的位置，缓缓的下压，做一个横叉之前的预热练习。1、2、3、4、5、6、7、8，停留3到5秒。然后在这个练习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双手缓缓的抬起，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胯部，身体抬直，然后双手放在你的2个腿的膝部，进行一个3到5秒的停留，对韧带造成一个强制性的拉伸。1、2、3、4、5、6、7、8，停留3到5秒，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把你的胯抬高，把你的重心放在双脚的支撑点，把你上身缓缓的抬起，对腿部还有胯部的柔韧性跟力量性做一个3到5秒的停留，一个强制性的拉伸。这个时候呢，你的双手可以放在你的腰的两侧。1、2、3、4、5。控腿练习呢，它在腿部的柔韧性练习里面属于一种难度性比较高的动作，所以大家呢在练习控腿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柔韧性，有一定的腿部力量，或者是有一定的控制力，才可以做好这个动作。然后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由低到高，慢慢的去进行你这种控腿动作的练习。然后呢，我来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先控你的右腿，抬起你的膝部，OK， 以上我所示范的几种腿部柔韧性的动作呢，请大家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由慢到快，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以免呢对你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基础腿法练习第一式正踢腿。正踢腿呢，你在踢的过程里面，用大腿带动你的小腿，往你头部的位置自然的往上踢啊。那我呢再做一遍正常速度的示范，请大家看清楚。基础腿法练习第二式礼合腿。礼合腿呢，在练习的过程里面跟正踢腿一样，同样是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它只不过是说在正踢腿的基础上面，你的脚往里扣。请大家看我做一遍示范啊，往里扣，往里扣啊。然后呢，我再做一遍
正常速度的离合腿给大家看一下。基础腿法练习第3式外摆腿。那外摆腿呢，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同样是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由里向外摆动，叫做外摆腿。请大家看我做示范啊，摆动你的大腿向外摆啊，再看一遍，放，啊，然后呢，我做一遍比较正常的速度给大家示范。基础腿法练习第4式侧踢腿。侧踢腿呢，与前面的几种腿法有点不同啊。侧踢腿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同样是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往你肩膀的上方踢。看我做一下示范。啊啊啊然后呢，我做一遍比较正常的速度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基础腿法练习第5式后撩腿。后撩腿呢，在练习的过程里面，是用你的腰部力量，大腿带动你的小腿，往你的后脑的上方踢。请大家看我做一遍示范。这是一个后撩腿的示范，请大家再看我做一遍正常速度的后撩腿。基础腿法练习第6式侧踹腿。那侧踹腿呢，在练习的时候，同样是用你腰部的力量，大腿带动你的小腿。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提膝放胯往你的侧前方发力。请看我做一遍示范。提膝放胯发力，提膝放胯发力啊，请再看我做一遍示范。12路弹腿第1式弹腿。弹腿呢，它属于12路弹腿的一种基本腿法，请大家看我做示范。在练习弹腿的时候呢，要注意用自己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以你的膝关节为中心位置，向靶的中心位置踢出。啊，砰，啊，砰。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以自己的膝为中心点，抬你的小腿出去啊，砰。
连环弹腿呢，它比较注重于腿部的灵活跟速度感，请大家看我做示范。双飞弹腿，它属于一种技术性比较强的腿法。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平衡力与弹跳力。请大家看我做这个腿法的示范。弹腿呢，它是属于一种正面进攻性的腿法，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腿法，所以在实战当中呢也比较少用。它在实战当中多数以人体的这种裆部或者是下颚为攻击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希望可以用这种弹腿达到一招制敌的这种作用。踩腿呢，它又俗称震脚，主要练习腿部的发力，它是外家拳法的一种腿法。经过演变之后呢，把它改良成一种进攻性或者是一种迷惑性的腿法，趁对方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迷惑对方，攻击对方的脚步。请看我做一遍示范。当对方在进攻或者是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假动作迷惑对方的视线，用你的脚用力的踩击对方的脚面位置。你踩击对方的脚面位置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痛的反应。你趁这个迷惑的反应之后呢，你可以用一下其他的动作去攻击对方，踩击对方的脚部，迷惑，这么一个攻击性或者是一个迷惑性综合的这么一个腿法。请看我再做一个背后踩脚的示范。当对方从你的背后或者是拦腰抱住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你的这个踩脚的这个动作去攻击对方，趁对方不注意或者是迷惑对方，然后一个假动作扳对方的动作，这样一个攻击性或者是一个迷惑性综合的这么一个腿法。下面呢，我再做一个上步踩脚的这种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当对方准备进攻你，你可以先发制人，在对方没有进攻你之前，速度快过他，迷惑对方的视线，怎么样去踩击对方的这个脚步，迷惑对方，攻击对方，制服对方，这样子。踩腿呢，它又俗称震脚，主要练习腿部的发力，因为它来自于外家腿法，所以平时在练习踩腿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练习震脚这个动作。请看我做一下示范。所以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多一点时间去练习这个震脚的发力动作，帮助于这个腿的进攻性的强。12路弹腿，第3路截腿。截腿呢，它是一种
防守性跟阻接性的推法，主要攻击对方腰部以下的薄弱部位。请看我做以下示范。正截腿，正截腿在攻击的时候，主要攻击对方的膝关节，还有他的迎面骨。缠腿呢，它也是属于截腿的一种，同样也是来自于外夹腿法。看我做一下示范。缠腿在出腿的时候，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脚掌的外侧部位击打对方的膝关节。或者是击打对方的肋面骨比较低一点的位置。高截腿呢，它主要是攻击对方的腹部或腰部的剥落环节。看我做一下示范。比方说，当对方在进攻你一个直拳过来的时候，怎么样进攻你？你可以把对方的这种关节的部位做一个防守，攻击对方的腰部或者是腹部的这种剥落环节这种。这么一个攻防的动作，截腿的一个攻防动作。蹬腿呢是一种直线型的进攻腿法，同时呢在实战里面也是运用次数比较多的一种普遍腿法。请看我做一遍示范。蹬腿在进攻对方的时候，用你腰部的力量，大腿带动小腿，翻膝，用你脚底的部位去击打对方，发力同时呢前蹬腿也同样是大腿带动小腿，脚底的部位发力。稍微做一个快一点的节奏，发力，发力。蹬腿呢，它在实战里面主要以人的腹部还有人的下颚跟头部为击打目标。腹部，腹部，腹部，同样是用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的脚底发力，发力。高的蹬腿以人的下颚用抬大腿带动小腿，用你的脚后跟朝对方的下颚部位用力的往上蹬，大腿带动小腿发力，用这个部位砰。这是一个蹬腿的击打部位介绍。劈腿呢，它是一种直摆性的推法，同时在腿法里面，它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推法，由上往下而发力。请看我做一遍示范。劈腿在攻击目标的时候，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由上往下发力，用你脚的底部发力，由上往下发力，往下发力。请看我再做一遍。
么一个由上往下的一个发力，一个劈腿的示范。下面呢，我就做一个腾空劈腿的动作，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因为劈腿呢，它是一种比较少用的腿法，所以呢，它主要以人的头部这种要害部位为击打目标啊。看一下示范，当对方要进攻你的时候啊，你可以扫腿，脚由上往下发力，击打对方的头部或者是面部，或者是当对方进攻你，你用你的这种劈腿的腿法去攻击对方，对方的头部闪过，你可以用你的脚后跟砸击对方的胸部。这么一个胸部或者是头部的心口位置的一个要害的击打部位。以上呢就是我做的一个劈腿的基本示范。挂腿呢，在实战里面也是一种比较少用的腿法，因为它的杀伤力跟穿透力都比较强。所以呢，你没有一定的功夫基础，是很难练好这个动作。请看我做一下这个挂腿的示范。挂腿同样是靠你腰部的力量，大腿带动小腿，但是这个发力的方向是从正上方，不是往下的方向，是从正上方往你的斜下方发力啊，斜下方发力。所以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一点，那个发力点不可以是横或者是下，一定是一个由上往斜下这么一个方向发力。我做一个基本示范。然后呢，再换一个动作，给大家清楚一点这个动作。以上呢，就是我一个挂腿的一个基本示范，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挂腿在实战里面，它的杀伤力跟穿透力比较强，也是比较少用的一种腿法，所以它也是主要以人的这种腰部还有颈部为一个击打目标啊，腰部啊，颈部可以达到这种一招制敌的效果。刚才呢，就是我对挂腿的一个基本示范，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第7路撩腿。撩腿呢，它是一种防守反攻的腿法，在实战里面也是比较少用的一种，请大家看我做一下示范。撩腿在攻击对方的时候，是用你后腰的力量，大腿带动小腿，用你的脚后跟为击打目标啊，请大家看清楚，脚后跟或者是你的脚底部啊，击打这个对方。撩腿呢，它又可以分为前撩与后撩，俗称连环撩腿。请看我做一下示范。撩腿呢，它主要是以人体的裆部还有人体的下颚的这种要害部位为击打目的啊。当对方要进攻你的时候，
你可以出其不意的击打对方的这种这种裆部啊，出其不意的撩对方的这种裆部。还有一个就是下颚的部位啊，这种所以呢，撩腿是一种杀伤力跟穿透力也是比较强的这么一种腿法啊，希望大家呢。扫腿它分为前扫与后扫，主要以人体的下肢为攻击目标。在实战里面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极少用的腿法，因为它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技术。首先呢，我为大家做一个个人的练习扫腿的基本示范。同时呢，也可以借助一些靶类来练习你的扫腿动作。做一个慢的，请大家看清楚一点。正常速度。因为扫腿呢，它主要以人体的这种膝关节以下的部位为攻击目标，所以你在平时的时候多一点练习扫这种下肢的这种动作。扫腿它主要以人体膝盖以下的薄弱环节为攻击目标，请看我做一下示范。扫腿它分为前扫还有后扫，下面呢我就做一个后扫的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后扫呢，在扫腿的过程里面，同样一定要记住腰的扭转力。后扫它与前扫一样，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扫腿，所以呢，在练习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借助于一些靶类去进行一下这个动作的练习。后扫在发力的时候，同样是要借助于你腰的拧转力，然后用你脚的底部的位置击中目标。记住，一定要腰拧转。后扫的主要击打部位呢，也是以人体的膝盖以下的薄弱环节。鞭腿呢，它在实战里面是最普及、最常用的一种腿法，它可以举一反三的灵活运用。请看我做一下鞭腿的示范。在练习鞭腿的时候呢，注意一个发力要领，借用你的腰力提膝放胯，用你脚的背面去击打这个目标的位置。提膝放胯啊，我做一个完整的示范。然后呢，这个鞭腿它还可以分为低鞭、中鞭与高鞭。首先是低鞭，中鞭，然后高鞭。这是一个前鞭腿的一个
发力的一个基本示范。后边腿它与前边腿一样，也分为低边、中边还有高边。有一点略微不同的是，后边腿的杀伤力要远远大于前边腿。前边腿是为后边腿作为一个辅助，前边腿呢它是注重一个速度，后边腿它注重于一个力量。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前边腿与后边腿互相结合，便形成了联合边腿，它可以举一反三，灵活运用。请看我做一下连环边腿的基本示范。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边腿在实战当中的击打部位。边腿呢，它在实战当中多数以人体的膝关节、腰部，或者是大腿的内侧膝关节的内侧，或者是小腿的肋面骨的内侧或者是人体比较薄弱的环节颈部这种整个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可以作为一个边腿的击打目标，或者是人体的腹部所以呢，边腿在实战当中，它可以灵活运用。踹腿，它在实战里面呢，也是属于比较常用的一种腿法。它既有很强的进攻性，又有一定的防守性，攻防兼备，灵活运用。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首先呢是原地踹腿，在练习原地踹腿的时候呢，注意它的基本要领提膝、翻胯、发力、收腿。再来一遍原地踹腿，提膝、翻胯、发力、收腿。当对方离你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用上步踹腿去攻击对方，因为有了这种距离感的差距，所以它的穿透力会远远大于原地踹腿。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的示范。上步踹腿在进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有一个注意的地方是上步提膝、翻胯、发力、收腿再来一遍。上步提膝、翻胯、发力、收腿。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上步踹腿，你上步踹腿，你可以把它灵活运用，或者是习惯性的这种岔步岔步提膝、翻胯、发力、收腿再来一遍。岔步提膝、翻胯、发力、收腿。这是一个上步踹腿的一个基本示范。
转身后踹腿呢，它完全可以利用这种腰部的扭转力，提升与加强这种原地踹腿的这种穿透力。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转身后踹在进行练习的时候，有一个要领，记住就是转身、提膝、放胯、发力、收腿。再做一下不同方向的这种转身后踹。转身、提膝、放胯、发力、收腿。请看我再做一遍。转身、提膝、翻胯、发力、收腿。什么叫腾空后踹呢？腾空后踹在练习的时候，它的基本要领：转身、提膝、翻胯、发力，这整个过程呢是完全在空中去完成它，所以呢它叫做腾空侧踹。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在练习腾空后踹的时候呢，它有几个基本要领。一呢，首先你就要有这种腾空的这种感觉。二呢，在腾空的过程里面要有这种拧腰的这种动作，记住啊，腾空转身，请看我再做一遍啊。然后就是出腿，我做一个基本慢一点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比较慢一点的、基本一点的这种腾空后踹的动作示范。那什么叫上步转身后踹呢？上步转身后踹就是在原地转身后踹腿的基础上面，它加了一个上步，利用这种距离感的角度去加强这个原地转身后踹腿的这种穿透力。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的示范。上步转身后踹在练习的时候，记着有一点，上步转身提膝翻胯发力。上步转身提膝翻胯发力收腿。做一个稍微快一点点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上步转身发力，上步转身发力，基本上就是一个上步转身后踹腿的一个基本动作。请再看我做一遍上步腾空转身后踹腿的这种基本示范，给大家看一下。腾空侧踹腿呢，是利用上步还有腾空的这种冲击力，来加强这个侧踹腿的这种攻击性。可以看我做一下基本的示范。请看我做一遍正常。
踹腿、转身踹腿或者是腾空踹腿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踹腿方法，基本上是以人体的腹部、胸部、头部这3个部位呢为击打与攻击的目标。因为像人体的这种肋骨、裆部还有大腿内侧小腿内侧或者是小腿正面这种比较薄弱的环节呢，不便于用这种腿法攻击，所以呢它基本上在练习的时候呢，多数以人体正面的这个方向为击打目标。刚才我所示范的这几个动作呢，就是一个所有踹腿系列的一些基本示范，请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膝作为腿法的一种，在近距离的实战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具有超强的杀伤力。在练习膝腿的时候，因为敌我双方都是处在一个近距离的这种作战状态，所以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的膝的正前方击打对方。如果是说你想加重这个膝的击打对方的这种力度跟穿透力，在起腿之前，腿可以稍微略微往后拉一点距离，加重这个膝的这种重感。再来一次啊！侧膝呢，它主要用来击打对方的肋骨，还有大腿的外侧这种比较薄弱的环节为击打目标。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同样也是用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膝的内侧击打对方的肋骨。组合膝法呢，它主要以连续的击打对方，不给予对方这种还击的机会。在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假动作迷惑对方的视线然后连续的用你的膝击打对方。在实战的时候，当对方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用上步膝或者是飞膝的这种重膝腿法去击打对方，一招制敌。请看我用一个正常的速度做一个上步膝的这种基本示范。He's really good. He's cool. 飞膝它是膝腿里面杀伤力跟穿透力最强的一种腿法，它既有身体的重量，又有腾空的冲击力，完全可以一招制敌。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膝它在实战里面呢是属于一种比较重膝的腿法，所以呢它多数以人体的这种薄弱环节为击打目标，以达到这种一招制敌的这种作用。通常膝在进攻的同时，多数会以人体的这种肋面骨的这种位置，还有大腿的外侧，甚至大腿的内侧，或者是裆部，或者是人体的头部这种比较薄弱的环节去进行攻击。肋部这种肋部的薄弱环节，大腿的内侧
内侧，砰，内侧，还有大腿的外侧，外侧，甚至当对方的重心失去平衡或者是视线模糊的时候，甚至是他的头。通常都是以这种薄弱的环节，以达到这种一招制敌的这种作用。摆腿是难度性比较高，在实战当中又极其少用，但是却极具杀伤力的一种腿法，素有神龙摆尾之称。摆腿呢，它有前摆腿、后摆腿，还有腾空摆腿等等等一系列的摆腿方法。下面呢，我就把这几种摆腿的基本动作示范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呢，前摆腿，前摆腿在练习的时候呢，借助你腰部的力量，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脚底的部位往一个在你的正前方往一个横向面发力提膝弹腿摆，往一个横的方向摆出。这是一个前摆腿的基本示范。下面呢，我就做一个正常速度的前摆腿给大家看一下。上步摆腿示范。在练习后摆腿的时候呢，是扭转你的腰部，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用你脚底的位置击打对方。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转身摆，这是一个慢的基本的一个后摆腿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再做一个正常速度的示范，给大家做一下参考。腾空后摆腿示范。以上我所示范的几种摆腿呢，全部是用脚的底部来攻击对方。下面呢，我示范两种比较传统又比较少用又比较古怪一点的那个后摆腿，一种是用脚的脚后跟，另外一种是用脚的外侧来攻击对方。这两种腿法呢，都比较适合于在双方近距离的实战当中运用。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一种是用脚后跟来攻击对方，转身
脚后跟以一个横面的方向打击对方。再做一遍。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脚的外侧来攻击对方，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请再看我做一下这两种推法的正常速度示范。摆腿呢，因为它的难度性比较高，综合性呢也比较强，在实战当中呢也比较少用，所以呢，摆腿在实战当中，多数以人的正面这种人中的薄弱环节，还有就是人的侧面耳部的薄弱环节，颈部，还有就是一个胸口一个心窝的这种薄弱环节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也是方便达到一招制敌的这种作用。